上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阅读这个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听到这个书的名字，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轻松。今天的这本书，因为我前几天录制的那些讲故事的视频，主要是我并不是真正的想讲那些故事，只是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的普通话。我发现这个锻炼自己的普通话，它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而不是需要1期2期的节目就能改变的。所以我还会继续我们之前的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那让我们开始吧。85个科学证实的恋爱技巧，祝你收获心中的理想爱情。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这个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里尔浪子的作者。关键问题精辟解析，让你的脸上即刻飙升，问问符我意中人。你应该去哪里找自己的心上人？什么货币能够买到好的伴侣？如何在初次约会就能令对方怦然心动？何时应该欲擒故纵？何时应该主动出击？如何利用两性差异让对方爱上你？如何靠近女人的心灵？如何满足对方内心深处的渴望？我想这个对一些理科男不太擅长在社交，或者说不太擅长恋爱的人，没有太多恋爱经验的人，这本书会对你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希望你向往生命的盎然，热爱生活游戏人间。本书由国际知名的两性情感问题专家里尔浪子撰写的，且通过科学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解释爱情的本质，以及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成功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书中涵盖了从初次相遇到关系深化的各个阶段，探讨了影响爱情的心理、生物、文化因素。通过分析、科学研究和心理的理论，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实际的技巧，包括如何建立第一印象、使用身体的语言、共情与赞美，以及在沟通中克服性别差异。本书的恋爱技巧的摘选在樱桃，如果你能找到谈话中的樱桃，就永远不会让自己与意中人的聊天陷入废话连篇的僵局。倾听并寻找所有略有异常的词语，它们就是樱桃的种子，将它们种进土里，让它们生根发芽，让你们的初次交谈开出令意中人难以忘怀的花朵。初次约会就建立亲密感，献给女猎手的。为了播下自己的种子，在初次约会的时候，建议两人一起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或是活动。记住，对男性来说，亲密感并不意味着坐在
饭桌，对面深深地凝视着你的眼睛，并轻入中场，而是一起做事。就是一个女的如果喜欢一个男的，就是跟他一起要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小馆子，献给女猎手。通向男人自信的道路是为，同时也是路过钱包。每位女士的黑皮小本子上都应该记下一两家漂亮、充满情调且价格不高的饭馆。大家要记住了，通往男人自信的道路是为，同时也要路过他的钱包。我觉得这句话寓意深长，大家好好的来思考一下，特别是女性在谈恋爱的时候，把镁光灯让给你的意中人，把你和意中人的交谈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镁光灯。每次当镁光灯照在意中人身上时，他就会充满兴奋。如果镁光灯转到你自己或者其他人、其他事情上面，意中人就会觉得你们的交谈变得乏味了。杀手锏的赞美，寻觅意中人身上最独特的品质，这个品质如此深藏不露，多数人从不会提及。然而注视着意中人的眼睛，叫出意中人的名字，用这句话杀手锏的赞美直接击中对方的心。哇，好厉害，听起来。温习女性话题，献给男猎手。献给男猎手，男猎手们，要让你的言语，要让你的言谈更具有心理意味。意中人谈天时，要多谈论人感受、哲学、基本原理和直觉，发表观点要多赞同，少反驳。迷路就迷路，献给女猎手。女猎手们，如果你的意中人迷路了，你一定要咬紧牙关不吭声，如果有需要就咬出血来。切记，一定不要建议他问路，如果永远不要自作主张的向陌生人问路，让坐在旁边的他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永远不要。跟我谈谈吧，献给男猎手。男猎手们，当你的意中人情绪不佳时，求他告诉你原因，然后倾听，像女人一样倾听，这样在意中人眼里你会显得有情有义。在他发怒时，请保持沉默。献给女猎手。女猎手们，如果你的意中人某些事与你无关的事情而情绪不佳，不要逼向他向你倾诉，而让他知道他可以一直待在洞穴中，直到你心甘情愿的主动爬出去，而你随时愿意洗耳恭听。任何人对，事实上你确定可以让任何人爱上你。我不明白，我美丽、聪明、敏感而事业有成，而为什么他却不爱我呢？为什么我总是找不到爱情？有多少次你用双拳捶打着枕头，向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你有没有也这样问过自己？
打开这本书，心中半信半疑，但同时也带着一丝希望，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将自己的个人问题一举解决。你看这本章的标题，如何让任何人爱上你？这承诺真是好大的口气。你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承诺，但它确实管用。如果你愿意根据书中讲述的科学道理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一定能够如愿。俘获意中人的芳心。古往今来，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为爱情而心碎。为什么现在我们忽然敢宣称找到了让任何人爱上你的秘密？因为经过数百年的抗拒，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并终于揭开了蒙在浪漫爱情上的面纱。这个划线是我之前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标记。包括爱情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引发爱情？什么东西能够葬送爱情？什么东西能让爱情天长地久？正如远古部落的人们认为事实现象是某种神秘巫术一样，我们也常常以为爱情充满了无法解释的魔力。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爱情刚刚发生的迷狂瞬间，当我们想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陌生人大声，当我们想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陌生人并大声告诉他我恋爱了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爱情充满魔力。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爱情的发生是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多种因素，也许有一点点的神秘魔术与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可以严格定义，而且可以精确计算。看看这个图片，弗洛伊德临死前躺在床上对世界宣布，我们对爱情的了解实在太少太少。作家肖伯纳将爱情描述为一种最疯狂、最迷乱又最意识的激情。当科学开始在这片以前我们一无所知的浩瀚海洋里扬帆远航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了解爱情的真相和基本原理。是什么让人们心甘情愿停留在那种极端兴奋、非同寻常而又备受折磨、长期厮守，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分开的状态？爱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曾让无数人迷惑不解。从古至今，柏拉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查理·布朗等多名重量级人物都曾以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探索。1950年，在百老汇某个幽暗的剧场舞台上，当歌唱家艾吉奥·宾扎在音乐剧《南太平洋》中唱到谁能将它
解释清楚。谁能告诉我，究竟为什么傻瓜们努力寻找原因，聪明人从来不问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然而近年来，许多聪明人，包括男女和女人，却都一直在努力寻找爱情的原因，并且成功找到了答案。不要责怪南太平洋的词作者罗杰斯和哈姆斯坦，因为他们在创作这场著名的音乐剧的时候，同时代的科学家对于爱情的了解与内利和艾米丽的巴基耶在台上唱出的那些对美妙夜晚的困惑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科学家发现了两性吸引的本质，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爱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擅长分析的有知识们已经达到共识，认为爱情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理性的头脑依然认为对爱情进行评估、分类以及定义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对时间和金钱的一种浪费。弗洛伊德临死前躺在床上对世界宣布，我们对爱情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遗言成了科学界的一个教条，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如此。1970年，一批充满探险精神的社会心理学家拿起了科学家们的接力棒，开始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爱情产生的各种疑问。他们询问自己，也询问所有被吸引到他们实验室里的人们，询问所有爱情有关的问题。2位女性科学家在研究现代媒体对爱情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报道时，不经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艾伦·博尔斯的博士以及同事伊莱哈德菲尔德从美国联邦政府申请到一笔8.4万美金的资金来研究浪漫的爱情。我觉得一个政府能够支持你，就是研究浪漫的爱情，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话，真的蛮感动的。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支持，对吧？博尔斯德之所以能说服国家科学基金会拨出这笔专款，是因为他自信地宣称，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其余的交配习惯时候换一个物种来进行研究了。像之前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一样，博尔斯德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只在10几家晦涩难懂的专业报刊上发表，然而就重新进入无人关注的状态，永远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但幸运的是，这对全球各地的寻爱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一天早上，前美国参议员来自威斯康辛州的
威廉·布洛克斯迈尔正在国会大厦里看报纸，在厚厚的一叠报纸中正好有那篇关于美国科学基金会清算的拨款支持2名妇女研究爱情的新闻报道。布洛克斯迈尔立即火冒三丈，为什么8.10万美元的一笔巨款被来研究莫名其妙的爱情？他立即召开了一个愤怒的新闻发布会，宣布爱情不是一个科学的课题。他咆哮道：国家科学基金会滚出爱情那虚无缥缈的地盘，把它留在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和欧文·柏林。接着布洛克斯迈尔又说：我很高兴自己反对这个研究爱情是什么的项目，因为我不想知道答案。他认为所有的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但是他错了，大错特错。布洛克斯迈尔的反应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争议。在接下来的2年中，关于博尔斯斯德研究课题的争论一直是在大众的一个热门话题。好歪，快看这个国家科学基金会要研究爱情。报纸杂志迎来的自己的光环节，摄影机和麦克风也兴奋地对准了博尔斯德。原被冷清的研究员办公室顿时堆满了各种信函。布洛克斯迈尔对爱情的愤怒抨击引起了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他的提议不仅没有结束那桩轻率的研究项目，反而引起了大众对爱情研究的强烈兴趣。这说明很多人还都是渴望爱情，想了解爱情。这是它的本质。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莱斯顿说，如果博尔斯德博士等人的研究能够找到浪漫爱情的规律，包括爱情发生、婚姻缔结、激情幻灭和无奈、离婚的模式以及遗留的子女的问题，那么这个项目将是美国政府自杰斐逊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以来最伟大的一笔投资。艾伦·博尔斯德关于爱情的研究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从那以后，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大量关于爱情的研究，从各个角度对爱情进行了分析。福尔摩斯坦、戴恩、阿伦、鲁宾等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不知名的企业外人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都像是尚未打开的礼物。现在我们要将这件礼物打开了。前人的劳动及其研究结果都在教导，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我们如何让任何人爱上我们？当然，有些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将我们带向这个目标。为了寻找相关的研究结果，我们不得不广泛阅读并梳理了大量科研资料，其中不少资料都显着截取聱牙的标题，诸如关于异性同居者互相适应的2元功能意义的研究，
有些研究让小白鼠轮流倾听古典音乐、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来观察哪种音乐最能激发他们的性欲。有些研究对我们的目标没有指导意义，因为他们研究的是某些人对尸体的爱慕之情。还有一些研究致力于探索一种特有的身体一动不动的性行为。我觉得他的研究成果只有当某对夫妇的蜜月游轮撞上海底暗礁时才会有用。但令我们高兴的是，许多研究都为我们带来了有趣而实用的资料。一位勇敢的叫做蒂莫西·佩佩尔的博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自己最喜欢的实验室，一个叫做单身酒吧的地方，密切观察人们的言行举止。罗伯特·斯滕伯格及其同事关于情爱理论的精彩研究让我们受益。费切、多罗西、特诺夫等人早年关于比狂恋式恋爱构成的因素的深刻探索，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教益，还有许多充满勇气但名字却不为人知的研究者，比如卡罗尔·罗奈。他为了研究哪种面部表情更能激发男性的性欲，不惜亲自到一个脱衣酒吧工作，跳到桌子上为男性顾客表演艳舞。更多的研究成果是如何获得。我觉得国外的那些就是真正在搞就是研究的人，他们真的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执着，有那种热情在里面。更多的研究成果是如何获得。我自己的第一手研究虽然没有其他的研究方式那么勇敢，但同样充满激情。在成为一名人际沟通咨询师和培训师之前，我建立了一个叫做良性课题的研究机构，亲自组织他的研究工作，一做就是10年。良性课题是一个驻扎在纽约市的非营利组织，皆在探索和研究良性关系的规律。在良性课题的认知期间，我阅读并汇总了关于人类自傲问题的上千种具体话题。曾有数十大学邀请我就自己的研究做讲座，我因此也从众多听讲的大学生那里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艾伦·博尔斯特的研究工作一样，良性课题也经历了来自大众的热烈的关注，在整个美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就我们的某次现场活动做了一个正版报道，宣称情爱幻想走进了百老汇。事实上，他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良性课题有个分支机构，负责鼓励志愿者将自己真实的情爱幻想以心理剧的方式在舞台上表演出来。鉴于这些演出没有裸体的色情场景，也没有火爆诱惑的语言，
在两性题材的演出市场中显现出独特而少有的纯洁，因此很快吸引了美国3大电视公司的关注。他们很快将演出的一些片段通过电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很快又吸引了美国和欧洲数十家主流媒体的报道。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和我们联系，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情爱幻想，以及他们对爱情的热切渴望。他们给两性课题打电话和写信，详细的描述自己对另一半的具体要求。我们接到的电话或者信件大多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是然后他们便开始讲自己最深的渴望倾诉给一个不知名的两性课题的工作人员。我们倾听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感激，因为我们收集这些资料都曾经或即将让人们更好的相爱。两性吸引技巧是如何被发现的？让我们先离开两性的世界一会儿，来到我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人际沟通。正是这个领域里的研究结果启发了我将它们引入两性世界，具体的运用，并开发出各种可执行的技巧，从而让任何人都有可能爱上你。社会科学已经雄辩地证明，你完全可以通过某些方法诱导别人做出你想要的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法，所有的心理学家和成千上万的企业培训师，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狼狈的失业。专家们已经探索出多种方法来激发人们不同的情绪反应，并改变人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与性格怪癖的人们沟通，让那些爱惹麻烦的员工按照我们的想要的方式去做事。就是这本书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有热情的原因，就是它表面上是一本就是说帮助你谈恋爱的一本书，实际上的话，它是一个解决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问题的本质，给予你更多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点。通过政府机构、高院校、专业机构和大型企业所做的多次讲座，我认识到我们完全可以有效的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复杂的任务，是因为我们首先弄清了人们的基本需求和动机，然后采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技术来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事。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我解释出人们陷入爱情时的基本需求和动机，然后我会告诉你那些正确的语言技巧和非语言技巧，以诱导对方做出你想要的行为。这个听起来还是蛮有诱惑力的。爱上你，本书内容集中了人类社会多年来的人际关系、两性关系、沟通技术以及两性差异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的成果。
我不仅通过科学研究和个人研究探索了爱情的本质，还借鉴了大量现代咨询师和沟通分析专家的工作方法。我要特别的感谢社会的语言学家黛博拉·坦农的工作和咨询师约翰·格雷关于火星和金星的聪明的比喻。通过这个比喻，格雷斯的男人和女人在思维和沟通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广为人知，并成为一种常识。哪些因素会让别人爱上你？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别人因为什么会爱上自己？这些因素，及关系可以简化成一个公式吗？下面的说法看似简单，但事实上相当复杂。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对造成男女之间吸引的科学原因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然后你要收集和意中人那个你计划诱使其爱上你的人有关的大量的资料。接下来你要使用复杂的沟通方法，大多是作用于人们潜意识的技巧，去满足对方意识和潜意识里的需求。借助你对对方性欲需求的精准而热辣的了解，将其彻底的俘获。以上就是你想要的一切，一个让你的意中人爱上你的公式。其实就是还是要准确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就是要告诉对方自己需要什么，不要搞那些虚里花哨的东西。我如何测试这些良性吸引技巧？我并不仅仅满足于理论研究，我还需要看看这些技巧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管用。几年前，为了检测我的理论，我创建了一个研讨组织，它的名字与本书的标题完全一样：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来自美国各地的大学、单身群体、俱乐部以及各种继续教育机构纷纷向我们发出邀请。在这些阵地上，我们的理论经历了各种实战的考验，结果我们收到的反馈都是真的有效，确实可以让任何一个爱你的人爱上你。这个任务轻松吗 ？No。需要做出牺牲吗？是的。读过这本书后，也许你会认为为了符合某个人的放心，并不值得你做出这么多的牺牲。但是，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做出牺牲并决心走到下一步，那就请倾听我的指导。我们将会一起探索所有必要的技巧来完成任务，让你选择的意中人爱上你。谁是你的意中人？首先，一位意中人必须是一个做好准备去爱的人。时机在恋爱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的话，如果某人刚刚失去一位挚爱的配偶，他目前就没有做好准备去寻找爱情，那么他应该暂时的被剔除出你意中人的选择范围。其次，一位意中人必须符合你对爱情的特定的需求。一个人对爱情的需求被我们称为爱情地图。如果你不符合对方的爱情地图，那
那么即使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也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对方的爱情的幻想。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对方身上有些东西不符合你，这个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就是在恋爱中前期，然后发现这个人关于一种人的爱情地图，我们以后会多次讨论，这样你就可以将成千上万的人剔除出你的意中人的范围。现在，让我们踏上那条通往你心仪男子或者女子心灵的小路吧。是什么让别人爱上你？其实是什么让别人爱上你？就是说，凭什么别人会爱上我？6个关键因素。博尔斯德当年万众期待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随后一哄而上的其他研究呢？也许弗洛伊德说得很对，他们的爱情神秘莫测，当他抓住手里并变成电脑里的直接信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学生们倾向于将爱情当作一种病毒，每次针对它的1、2个侧面来研究，目前他们已经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6个因素清晰地浮现出来，成为人们坠入情网的6个关键因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爱情猎手，就必须是一个技术熟练的射手，就像丘比特那样，将你的羽箭准确地射到下属6个箭靶的中心。第一印象，现在第一就是第一印象，一见钟情只是在初一时发生，一旦错过，永远就错过。你首次见到的一种人的那一瞬间，或者他首次瞥眼见你的那一瞬间，对你们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一瞬间藏着一个继续与否的决定。许多科学家都告诉我们，爱情的种子常常是在2人之间的几分钟内萌发的，这是神奇的自尊等价原则。欲望秘方，第一印象，现在我们是第一印象，相似互补，共性剂，等价原则，欲望秘方和自尊。2，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爱情猎手，就必须是一个技术熟练的射手，将你的羽箭准确地射到6个箭靶的中心。2只猫首次相遇的时候，会先停下来，盯着对方的看。如果一只猫发出一声嘶吼，另外一只猫就会竖起毛发，嘶吼一声，表示回复。但是，如果第一只猫耸起自己冰凉的小鼻子，另一只猫就会报以同样的温柔和善，随后它们就会挤在一起，咕噜咕噜地叫着，互相舔着对方
样的皮毛。男女之间初次相见，与两只动物通过嗅闻对方味道的来决定立场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没有可以摇晃的尾巴，也没有可以竖起的毛发，但是我们却有可以闪动的眼睛，以及可以弯曲、关节、举起手掌表示我服输的双手。在男女互动最初的几分钟，双方都会做出数十种无意识的动作，透露出自己的内心。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控制这些无意识的反应。一旦你们将目光投入在彼此身上，你的意中人立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读懂你的身体语言。在这关键的几分钟内，他就会下意识地做出决定，研究和你开始浪漫之旅，还是放弃与你恋爱的念头。接下来，他的大脑就会像电脑控制一般，在你们初次的约会、初次的交谈中，迅速做出一个与你有关的决定。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会探索一些技巧，吸引意中人接近你，喜欢而进行和你进而和你进行第一次的约会。我将和你分享一些超级有效的科学方法，让你们的初次交谈激动人心，并让对方为你心跳。相似的个性，互补的需求。我想要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恋人。一旦你通过了第一印象的测试，你就进入了恋爱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候，你的意中人开始对你做各种评价，来判断你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意中人。他在潜意中说道：“我想要个和我一模一样的恋人，至少基本上一样。如果人生或者一次约会需要兼容性的话，那么男女之间拥有共同点就成了一个必要的条件。人类的心灵是一种精巧的乐器，总是在敏锐地寻找那些能与自己琴瑟和鸣的同类，寻找那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与我们或多或少相似的人。相似性格让我们感到自在，因为这给我们一种肯定，让我们相信自己之前的人生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喜欢寻找那些兴趣相同的同类，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分享并共度，快乐的时光。相似性确实是让亲密关系正常的起飞的一个良好发射台，但如果两个人太过相似，就难免感觉厌倦。此外，我们也需要一个人来弥补我们的缺陷。如果两个人数学都不好，那么谁来帮我整理支票？如果两个人都马虎邋遢，那么谁来帮我收拾脏袜子？所以在寻找长期人生伴侣的时候，我们也渴望对方具有与我们互补的素质，但并不是随便一种互补的素质就可以。我们需要那些有趣或者让人生更加完整的素质。因此，我们寻找的伴侣和我们既有相似性，也有互补性。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会探索那些将相似性的种子埋进对象潜意识的方法，并让他明白，虽然你们俩基本相似，但你在很多方面仍和对方有着有趣、适用且迷人的区别。等价原则，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亲爱的，人在自由市场上各有身价，每个人的身上都挂着一个价格的标签，比如她有多漂亮，她的地位有多高，她掌握多大的权利，她是富有的、智慧且个性温良的人吗？她能为我带来什么？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庸俗？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爱情其实并不盲目，每个人，即使是那些最善良的人，在选择伴侣、终身伴侣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庸俗的考虑。这与商业法则没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会问自己，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听到的部分读者的抗议：不，爱情是纯洁的，充满温情，爱情的内容是关爱对方，为对方着想，情感交流和真正无视，这就是爱情的全部意义。是的，这就是两个好人深深相爱时爱情的全部含义。也许你还见过一些爱侣相互奉献，甚至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是的，这种人人梦寐以求的爱情确实存在，但这只发生在恋情的后半阶段，非常靠后的阶段。而在这之前，你必须先让你的意中人爱上你。研究人员说，如果想让某个人爱上你，你必须一开始就让对方相信爱上你是一种合算的事。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但科学家们说，经久考验的市场法则情爱领域也一样适用。恋爱中的人们总是无意识地将双方的各种条件进行比较和计算婚恋的性价比，然后他们会扪心自问，这是我能拿到最好的生意吗？每个人的心里都锁着一面巨大的积分牌，所以为了让别人爱上你，你必须让对方相信爱上你是一桩非常合算的好生意。如果你并非天生美貌如花，也没有显赫的家世，那么在情场上你是否能彻底没戏了？绝非如此。在本书的第4部分，我会教给你一些方法，虽然你不是口含因咬字而生，但却可以用雄辩的口才令人发现你的魅力。即使你是非常挑剔的人，也能对你心满意足。自尊，你是如何爱上我的？让我如实告诉你。在轰轰烈烈的爱情中，最令人心动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的自我价值感。丘比特射箭的时候，也许偶然会偏离方向，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羽箭百发百中，只要射在对方的自尊上即可。如果即将进入恋人的人们知道是自尊让地球转动的话，一定兴奋不已，因为满足一种人的自尊其实并不难。有无数种办法可以让你的一种人感觉自己美丽、强壮、英俊、活力、诗社、美丽十足，包括
杀伤力十足的赞美，杀伤力较小但效果微妙的爱抚，以及